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曾尚文，我是陈宏伟，我是何伯君。我们自主学习研究主题是氨能辨家东是雄雌非繁殖期间的家东雌雄辨别。首先，我们的研究动机，在育生学课程中，我们发现了家东树在性别辨识上的困难。家东树需要多年才能开花结果，而目前辨识其性别的方式就是观察它的花与果实。这对于造林的效率会有很大的影响，例如难以确保适当的雌雄比例。因此，我们希望透过本研究，从形态与显微结构切入，找到可行的辨识方法。我们的研究目的有2点：第一是认识家东树本身，第二是希望发现在非繁殖期间辨识家东性别的方式。这张图是由各类文献整理出的家东树在1年中生长周期变化。研究架构的部分，我们依照研究流程先进行文献探讨，探讨可以作为辨识家东性别的部位。接着研究方式，我们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3个层面。首先是观察叶色的比较，第二个是植物的整体形态，包括树高、树围、树冠面积。第三是植物显微结构，最后进行实验结果分析与结论。那目前我们在校园中发现共15棵家东树，并给它们个别的编号。高二教室前有6棵，也是本实验的主要样本。除了校园中，我们在嘉义市区也考察了一些地方，发现在北香湖公园有3棵雌性家东树，以及友爱路上发现2棵一样是雌性的家东树。我们观察叶片颜色，在自然状态下用肉眼观察雌雄家东的叶色差异。植物整体形态特征方面，我们测量了树高、树围与树冠面积。关于树高测量，我们使用了手持雷射测距仪，使用其3P 模式。与树围，我们采用绕树法，测量位置在树高1.3公尺处。在树冠面积的测量方向方面，我们原本依照惯例使用南北与东西的方向测量，但实际操作时发现容易受到障碍物干扰，因此改为351度与81度，最后将长短轴套用进椭圆形面积公式进行计算。观察植物的显微切片。关于嫩茎横切片观察，我们采集家东树顶的嫩枝进行横切片处理，观察其木质部与维管形成层。那关于叶片横切片观察，我们分别采集成熟叶片进行切片观察其内部组织结构。以上就是我们在这次研究中采用的各种观察与测量方法。初期肉眼觉得雌性的叶色略深，但结果受到光照、时间、位置等影响太大，变异高，难以稳定的比较。那在进一步的5月观察新叶，发现雌雄既为浅绿且光泽一致，无明显的差异，因此判定叶色不适合作为性别判断依据。那树高部分呢，雌株的平均略高，但是因为范围重叠大，加上无法控制树龄，因此无法用树高判断性别。树围部分，雌株的胸围平均是252公分，雄株的是189公分，有明显的差距，但样本少，影响因子多，不足以当成稳定的指标。树冠面积的部分，雌株树冠面积平均在132平方公尺，那雄株的是100平方公尺，但因为空间限制，遮蔽影响很大，因此也不能单靠这项区分性别。那整体来看，雌株的树围与树冠面积占优，但变异大，受到干扰太多，3项的形态指标都无法稳定的区分雌雄。在完成校园内6颗家东样本的测量后，为进一步验证形态特征与性别之间的关联，我们针对嘉义市区其他的地点的家东个体进行延伸调查，样本涵盖了北香湖公园及友爱路段，记录了4颗生长稳定、周边环境可测量的家东个体。由于此批市区的样本全部都是雌株个体，我们无法直接进行雄雌间的数据比较。那第3项实验，也就是显微观察中，雌雄茎部的结构一致，皮层、维管形成层和维管束的排列无明显的差异。家东在茎部显微层级上没有稳定的性别差异。片部分我们进行了雌株叶片的横切片制作与观察。切片部位我们选择在叶间的部分，我们观察到典型的栅状组织、海绵组织还有维管束的配置。我们从叶色、整体形态与显微结构3方面皆未能找到稳定辨识家东雌雄的方法，主要受到环境干扰。未来研究希望可以扩大样本数，控制环境的变因，并结合了仪器的辅助观察、高倍率的显微的技术以及分子标识的方法，并配合长期的追踪，以提升性别辨识的准确性。以上就是我们这次自主学习的研究报告，感谢大家今天的聆听。